他每天都要吃猪饲料，饲料都过期发霉了，他却吃得津津有味，边吃还边笑，屋里还囤了好几袋，就这样吃了50年，渴了就在地上接水喝。刚见到工作人员时，他非常警惕地打量着，问他为什么住在山里，他却什么都不说，转身迅速离开了。工作人员赶紧跟了上去，但跟不上他的步伐，很快就不见人影了，只好回到他的住所继续等待。傍晚他再次回到住所，问他问题还是什么都不说。山上的夜晚异常寒冷，他躺在石头床上瑟瑟发抖，不停地说着莫名其妙的话。在工作人员的长期沟通下，他终于想起了自己的名字。那这下好办了，节目组来到山下村庄，想了解更多关于他的信息。村民听到他的名字后都很震惊，说他失踪了50年，还以为他早就死了。通过一番打听，节目组找到了他表哥，随后表哥也来到山上，见到表哥后，他突然跪了下来。表哥邀请他和自己一起生活，但他却直接拒绝了。那他为什么要坚持住在山上呢？真的是奇怪。工作人员在旁边搭起了帐篷，决定和他同吃同住，与他进行更深入的交流，让他慢慢打开心扉。几天过去了，他变得开朗了很多，还主动给工作人员递上食物。他终于决定走出大山，接着呢也说出了自己的故事。原来在他小时候，父母就离婚了，他只能和外婆相依为命。不幸的是，外婆不久后也去世了，他伤心欲绝，独自一人躲到了山上。这一躲就是50年，可能对他来说，山上这个寒冷狭窄的空间才是他唯一的庇护所。工作人员随后带他离开了大山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虽说大爷吃猪饲料很稀奇，但和下面大姐吃的东西比起来，简直不值一提。他每天都要喝新鲜的冰红茶，早上起来就要去厕所接一杯，从一天喝1杯，直到后来的一天5杯，已经持续喝了2年。他说每天吃的东西不一样，红茶的口感也不一样，有时候咸，有时候甜，有时候尝起来还像香槟。最喜欢的还是上火的时候，焦黄的颜色让他沉醉。最急的人是他女儿，怕他喝死了，而他自己却说正是冰红茶救了他的命。这又是为啥？现在的他反而变本加厉，觉得喝着不过瘾了，直接把黄色液体当牙膏用，说刷完的牙变得更白了，甚至还把液体当眼霜和爽肤水，头发上也能抹一抹。洗澡时把液体加在浴缸里，洗完容光焕发，还能用液体洗眼睛洗鼻子，据说能治疗鼻炎。那他到底为啥要喝黄色液体呢？原来2年前他得了癌症，医生说他还能活1年，于是他决定放弃化疗，找到了这种治疗癌症的偏方。他认为自己的做法很环保，可以循环利用，还推荐大家都试一下。但是我不建议大家模仿啊，这属于偏方，没有任何科学依据，大家千万不要信。就连他女儿们也不信，劝他去医院检查一下，看看这黄色液体是否对癌症有效。如果真的有效，那以后就尽情喝，也不会再管你。他一听也对啊，来到医院一检查，发现肿瘤扩散的更快了。很明显，黄色液体一点作用都没有，甚至还耽误了病情。医生建议立即手术切除肿瘤，最后在医生的帮助下控制住了病情。有钱的可以喝冰红茶，那没钱的吃什么呢？来看看下面这一位，他每天都来这家店白吃白喝，每次都吃同样的食物，吃完就走，从来不付钱。然而店主却根本不在意，想吃多少吃多少，还会给他打包一些带走。第二天他再次出现，工作人员尝试和他交流，他突然表现得很慌张，东西都不吃了，拿起麻袋就走。工作人员决定跟着他一探究竟，他丢下一句奇怪的话，背着麻袋走进了大山。工作人员赶紧跟了上去，问他麻袋里装的什么，他还是一言不发，很快消失在了树林中。那我们还是来问问店主是什么情况吧。店主说5年前他开始来店里吃饭，只点了3块钱的炒年糕，看得出来他很穷。店主告诉他如果饿了可以随时来吃，没想到第二天他真的来了。店主说自己也曾经经历过低谷，身上1分钱没有，觉得要帮助这些无家可归的人。从那之后就一直给他提供免费食物，已经持续了6年，每年提供的食物也是个不小的开支。附近店铺老板都不能理解他的做法。1年后，节目组想要做个回访，发现店主搬家了，但还是会给流浪人员提供免费食物，家人都很支持他的做法。我觉得天使大概也就是这样的吧，在社会福利社的帮助下，之前的流浪汉也住进了精神病院，一切都在慢慢变好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把生牛肉当面膜，整张脸贴满了新鲜牛肉，血水还不停地滴下来，用完的生牛肉也不浪费，直接吃掉。边吃呢还边笑，还说敷完后皮肤光滑有弹性。更夸张的是，敷完面膜后他竟然用大骨汤洗脸，还必须用熬了12小时的牛骨汤。他说自己是干性皮肤，骨汤里有满满的胶原蛋白，对皮肤很好。最急的人是他妹妹，认为姐姐38岁的年纪看起来像18岁，容易引来非议。而且由于常年吃生肉，去医院检查后还发现身体竟发生了一个奇怪的变化，但他却并不在意，反而变本加厉，让记者也试一试牛肉面膜。从袋里拿出新鲜牛肉就往记者脸上涂，边涂呢还边问记者感不感动。记者吓得直接不敢动，不一会儿记者脸上都被覆满了生肉，静静躺在沙发上感受效果。看到不停渗出来的血水，他却忍不住流口水，敷完后直接扯下一块塞进嘴里，还说口感非常滑嫩爽口。他还推荐记者尝一下，记者含着生肉迟不敢吃下去，他每天都要去买新鲜的生肉，检查是否新鲜的方法就是直接生吃。店主露出了关怀智障的眼神，他却并不
不在意别人的看法。确认新鲜后，直接买了一大袋，回家后简单调个蘸料就可以开吃了。因为吃着也很费钱，他没事就去餐厅打工，这样还可以顺便吃点餐桌上的剩肉。老板看到后也不敢说什么，毕竟敢吃生肉也是个狠人。等发工之后，他摇身一变又成了顾客，在自己的打工店继续买生肉吃。虽然吃的是烤肉，但从来用不到烤盘。他这一天的工作收入才3万块，然而一顿就吃了8万块的生肉。这天他遇到了另一个喜欢吃生肉的人，两人来到一肉店，开始了比拼。大妈拿起一片生猪肉，蘸点酱油就开灶。大妈表示吃生肉还没怕过谁，两人很快就吃完了一盘猪肉。接下来两人准备吃活鱼，简单处理一下，抱起来就啃，一口下去还会爆浆。不一会儿，整条鱼只剩下了骨头，两人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，还约好以后要经常出来一起吃。但这样生吃真的健康吗？最后大家还是带他来医院检查，结果在他肠道里发现了一条长达1米的猪肉绦虫，医生及时为他进行了驱虫，还告诫他为了健康千万不要继续生吃了。富二代每天吃过期发霉的食物，竟然是为了减肥。看到他们之前的照片我都惊呆了，放了半个月的米饭已经发霉编制成了一坨，这个时候吃呢味道刚刚好，加点发酸的灵魂配菜，那小味一下就上来了。再来上几勺发霉的番茄酱，增加口感，臭豆腐汁也得来点，最后再加上过期的酸奶，使劲搅拌均匀，一份元素周期拌饭就做好了。那味道简直比下水道还夸张，怎么说呢，刘墉都吃不下去，两人却吃得津津有味，边吃呢还边笑，说味道还差点。这还没完，饭后水果更夸张，外皮发黑腐烂的香蕉成了首选，表皮已经渗出了粘稠的汁液，对他们来说这种成熟度刚刚好，说吃起来像巧克力。吃完香蕉呢还不过瘾，接着拿出了发霉的橘子，还说女朋友最爱吃发霉的部分，说着就开始撒狗粮。据说两人就是翻垃圾桶时认识的，工作人员对他们的食物和马桶分别采样检测，结果他们吃的食物比马桶还脏，细菌含量是马桶的几10倍，他们呢却毫不在意。但节目组实在看不下去了，给他们准备了一桌正常人吃的饭菜，他们闻了一下却连连摇头，鼓起勇气尝了尝，直接跑出去吐了。他们说吃变质的食物主要是为了减肥，因为这样更容易催吐。他就是用这种方法从200斤减到了现在的128斤，女朋友也从140斤减到了90斤，听起来简直匪夷所思。节目组带他们来医院，通过内窥镜检查后发现他们都患有严重的胃溃疡，如果继续吃的话很可能会发生癌变甚至死亡，就算华佗在世也救不了你。用这种方式减肥是不可取的，减肥你可以跳一下本草纲目嘛。这种蜂蜜1斤就要5000元，有钱的还不一定能买到，吃上几口就会醉得不省人事。然而呢，摄像小哥根本不信，浅尝了几口，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生不如死。在尼泊尔的大山中生活着一个专门采蜜的古龙部落，他们呢与世隔绝，当地的老人都很长寿，据说呢就是因为长期吃这种蜂蜜。又到了1年1度的采蜜季节，他们带上要用的绳索就出发了，经过半天的长途跋涉，来到大山深处的悬崖。悬崖上一块硕大的蜂巢吸引了他们的注意，他们到现在还延续着古老的采蜜传统，采蜜前还要做个仪式，献祭1只公鸡，以表示对大山的敬畏之心，顺便呢祈祷平安。仪式完成后，现场制作梯子，把木棍插在用竹子编织的绳索中，然后呢加以固定，就这样做成了天梯。接着呢在梯子上浇水，避免采蜜时被烧坏。一切准备妥当，他们就来到了悬崖顶部，开始放置天梯。采蜜之前点燃了火堆，用烟雾驱赶蜜蜂。尽管有烟雾，蜜蜂仍然咄咄逼人。这里的蜜蜂体型很大，被它们叮咬会比普通蜜蜂严重。其中呢，一个同伴穿着短裤，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爬上了天梯，一步步接近蜂巢。他持续用烟雾驱赶着蜜蜂，等蜜蜂走得差不多了，开始了采蜜环节。用工具切掉蜂巢，蜂巢掉落到下方的竹篮中，等收集到满满一竹篮，团队成员就会把竹篮拉上去。他们的配合可以说是天衣无缝，看得出来今天是丰收的一天。现在呢，他们开始过滤杂质，手动挤压蜂巢，经过竹篮的过滤就可以得到纯净蜂蜜。节目组呢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品尝一下，村民警告一次不能超过3勺，否则呢就会产生幻觉。然而摄像小哥没在意，直接吃了一大块，吃完呢还忍不住舔手指，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。村民听到这话微微一笑。完成了采集，他们收起天梯启程回家，临走前还会故意留下几块蜂巢给山里的动物，以此呢来感谢大山的馈赠。在回去的路上，小哥就开始出现了幻觉，醉倒在路边，接着呢还吐了起来。他终于体会到了蜂蜜的威力，这时呢他突然开始抽搐，紧接着就不省人事了。村民呢却并不担心，他们已经见怪不怪了。休息片刻后，小哥终于恢复了意识，但还是不能走路，村民呢也只好背着他。蜂蜜之所以有这种效果，是因为山中有大量的杜鹃花，花粉中含有一种毒素，蜜蜂用这种花粉酿造的蜂蜜也自然含有了这种毒素，所以呢吃完就会产生幻觉。当地人一般会在蜂蜜中加入特殊的草药来分解毒素，沉淀一段时间后才能正常食用。来到第2天，摄像小哥看起来好了很多，说现在脑袋还是晕晕的，所以这种置换蜂蜜你敢尝试一下吗？
大姐是吃鲱鱼罐头长大的，什么臭她就吃什么。她尝试过吃屎，但是不喜欢啊，因为不够臭。臭豆腐只能算是小甜点，下水道的气味对她来说那就是新鲜空气。和朋友聚，大姐还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。但是要说吃的奇葩，下面这个小伙表示不服，他抓起一把沙子塞进嘴里，嘎嘣嘎嘣的吃了起来。周围人的表情说明了一切，他却说沙子比糖还要甜，还让旁边的大叔尝一尝。大叔露出了关怀智障的眼神。又到饭点了，他从袋子里掏出2把沙子，这就是他今天的主食。接着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，那是干净又卫生啊！吃完还张嘴让节目组检查了一下，是沙子没错了。他没事就去工地吃自助餐，工地上的沙子新鲜可口，品类多，量还大。来到工地先试吃一下，这个比昨天的甜。哎呦，这边又上新品了，白沙还真没吃过，一口下去，还有海鲜味。他的经验是红沙比较甜，白沙比较咸，不好吃。在此呢，感谢小哥的分享，让我们知道了白沙不好吃。他说自己五行缺土，累了困了就要吃沙子，沙子能为自己提供能量，所以每当工作累了，他第一时间不是休息，而是找出随身携带的沙子，舀上一勺直接开灶，只要吃上一口，整个人都精神了。然而他开始吃沙子的原因却很让人心痛。原来他小时候家里很穷，3天都吃不上1顿饭，饿得受。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奶奶吃饭前要先挤1勺洗洁精，接着放进鱼汤里，搅拌搅拌，直接喝了起来。记者闻了一下，满满的肥皂味，奶奶却吃得非常香。这还没完，喝完汤，奶奶又拿着一片白菜叶来到厨房，对着洗洁精连按了3次，小心翼翼把洗洁精包起来，直接塞进了嘴里。大家非常不解，为啥要吃洗洁精呢？奶奶说自己不能吃肉之类的高脂肪食物，如果要吃的话，必须提前吃点洗洁精，让它在胃里中和一下油脂。不得不说，这想法非常脑血栓啊！饭后，奶奶给大家讲了自己年轻时候的事，大家终于懂了奶奶为啥这么做。奶奶说年轻的时候穷啊，工作又累又苦，得了胃病也没钱去医院。偶然的一次，不小心吃下了半瓶洗洁精，她觉得自己肯定活不了了，听天由命吧。没想到啊，这下不仅没死，胃还不疼了。于是从那开始就一直吃。大家带她来医院检查，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，胃里竟然没事，不过还是得戒掉洗洁精。如果胃痛的话，可以吃药缓解。奶奶也答应以后不会再吃。2周后，节目组做了个回访，发现奶奶还在吃洗洁精，大家又给奶奶科普了一番，要相信科学。1个月后，节目组再次回访，这次奶奶终于戒掉了洗洁精，只不过吃药又吃上瘾了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母亲把11岁女儿当猪喂，每天强制喂食30碗米饭，如果反抗就会被母亲绑起来，甚至还在食物里加不明液体。记者看到大吃一惊，母亲却说这东西对女孩好。在采访过程中，记者还发现了更惊人的事，这里呢大部分地区都很穷，女孩基本在15岁之前就结婚了，女儿尽快出嫁意味着少一张嘴来养活，而且呢当地以胖为美，只有胖女孩才能嫁出去。虽然这个女孩才11岁，连她都觉得自己就应该快速长胖，赶紧嫁出去，这才是对家庭做贡献。母亲会专门搭建一个帐篷，用来圈养女孩。他们的口号是管住腿，张开嘴，目的就是长膘。她现在体重78斤，喂养结束后要达到160斤才算合格。整个过程一般需要持续好几个月。第2天早上喂养开始，先喝1盆加糖的骆驼奶，再吃掺上黄油的玉米糊。女孩需要2个小时内把所有食物吃掉，大约摄入3000卡路里，相当于10碗米饭的热量。这仅仅只是早餐。记者带来了一些杂志，让他们了解其他国家美的标准。女孩看到苗条的模特都觉得不好看，说女人应该有肚子才好看。这里的女人坚持认为男人喜欢胖的。记者找到当地男人求证，
男人说妻子越胖，在自己心中的地位越高。接着呢，男人还对记者的身材评论了一番，说记者只是徒有虚表，身材呢不太行。很快到了午餐时间，这顿饭他们需要再摄入4000卡路里，再加上晚餐，他们就要吃够9000卡路里，这相当于30碗米饭的热量。记者决定亲自体验一下，和女儿吃一样的早餐。记者作为成年人，吃了1/3就吃不下了，只能出去散步消食。记者回来后，接着又到了吃午饭的时间，一顿卡路里大餐再次安排上。在采访过程中，记者还发现了更夸张的事，在另一个增肥营里面被喂养的女孩大多都在10岁以下，在这里用牛奶和燕麦喂养，目的是来撑大女孩的胃，为之后的喂养做准备。女孩在监视下必须要吃完，有的女孩边吃边吐，还有个女孩肚子胀得厉害，母亲呢却并不在意，说这是正常的。母亲甚至会在食物里添加增肥的药物，吃了让人昏昏欲睡，能有效减少活动，对增肥很有效果。记者看了下药品说明，大吃一惊，这分明就是违禁品，根本就不靠谱。为了了解增肥药，记者假扮成当地人来到市场，尽管是违禁药品，市场上呢却随处可见。据了解，这种药确实有增重的效果，但副作用同样严重，吃死人的例子也不在少数。但即使这样，也不能阻止女孩继续服用。在以胖为美的毛里塔尼亚，为了满足这种病态的审美，女孩没有选择的权利，属实悲哀。这对情侣为了减肥，每天吃过期发霉的食物，对他们吃的泡面和马桶分别采样检测，结果泡面比马桶还脏，细菌含量是马桶的几10倍，他们却毫不在意。放了半个月的米饭已经发霉变质成了一坨，这个时候吃味道刚刚好，加点发酸的灵魂配菜，那小味一下就上来了。再来上几勺发霉的番茄酱增加口感，臭豆腐汁也得来点，最后加上过期的酸奶，使劲搅拌均匀，一份元素周期拌饭就做好了。那味道简直比下水道还夸张，两人却吃得津津有味，边吃还边笑，说味道还差点。这还没完，饭后水果更夸张，外皮发黑腐烂的香蕉成了首选，表皮已经渗出了粘稠汁液，对他们来说这种成熟度刚刚好，说吃起来像巧克力。吃完香蕉还不过瘾，接着拿出了发霉的橘子，说女朋友最爱吃发霉的部分，说着就开始撒狗粮。节目组看不下去了，给他们准备了一桌正常人吃的饭菜，他们只是闻了一下就连连摇头。他们说吃变质的食物主要是为了减肥，因为这样更容易催吐。他就是用这种方法从200斤减到现在的128斤，女朋友也是从140斤减到了90斤，听起来简直匪夷所思。大家带他们来医院，通过内窥镜检查后发现，他们都患有严重的胃溃疡，如果继续吃的话，很可能会发生癌变，所以用这种方式减肥是不可取的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这个大爷30年吃了40万颗糖，这绝对是你见过最爱吃糖的大爷。只见他夹起一片泡菜，两面都蘸上白糖，接着塞进了嘴里，荷包蛋上也要来上满满1勺白糖，就连吃炸酱面他都要加入1包白糖，搅拌搅拌就开始享用美食了。这种神仙吃法震撼周围人一整年。他见人第一件事就是分享糖果，这是他认为最热情的方式。他嘴里随时随地都含着糖果，一天就要吃60颗糖，口袋里也装满了糖，除了睡觉基本上都在吃糖。又到饭点了，大爷打开糖罐子，把满满1勺白糖加在米饭里，做了个白糖拌饭，这个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，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吃米饭的。然而接下来的操作就比较奇葩了，他夹起一片泡菜，蘸上一点白糖，接着就送进了嘴里。这还没完，荷包蛋上也要来上满满1勺白糖，这个我就接受不了了。饭后大爷还得来一杯糖水消消食，然后1勺2勺8勺，他一共加了9勺白糖，倒上一点点水，搅拌一下，一饮而尽。就这种喝法，他每天都要喝5杯，算下来1周就要吃掉6斤白糖，还有400块糖果，这属实已经在人体承受范围之外了。这样吃糖牙齿能受得了吗？大爷轻蔑一笑，说开什么玩笑，我没有牙，我10年前就用上假牙了，反正不是自己的牙，想怎么吃就怎么吃，嘿嘿。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吃糖的？原来30年前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，不得不戒掉了烟酒，于是找到了糖果作为替代品。好消息是他的身体慢慢恢复了健康，坏消息是他得了不吃糖就难受的病。说起来也是搞笑，大爷虽然吃了大量的糖，但得糖尿病的却是他从不吃糖的妻子。大爷每天都会锻炼1小时，他认为自己的身体很好，但是他真的健康吗？节目组带他来到医院，一番检查过后，医生说虽然你暂时没有糖尿病，但是你有高血压，还是建议赶快戒掉糖，这样才能保持健康。最后大爷表示，为了健康自己会尽量少吃糖的。老爷子这种情况算比较好的了，下面这个男人就比较严重了。这个男人从出生就喝可乐，33年滴水未进。只见他打开一瓶1.5升的汽水，不到5秒钟瓶子就见了底。吃饭的时候他先倒上了3碗不同颜色的汽水，这几碗汽水就是他的主食，那一点点米饭只是他的配菜而已。吃一口米饭就要喝1碗汽水，他一天要喝3瓶1.5升的汽水，已经连续喝了33年，瓶子连起来都可以绕操场30多圈，随之而来的就是不断上升的体重。不仅如此，他的牙齿也被汽水腐蚀坏了，还得了关节炎，为此他不得不每天吃药，一把药物塞进嘴里。接着就奇葩了，他竟然用汽水送服，他为什么不喝水呢？他却说听到这种回答，节目组觉得很搞笑，怎么可能呢？每个人都可以喝水啊。为了解答疑惑，他决定现场演示，一口矿泉水下肚，紧接着
而且他头上也渗出了汗珠，看起来好像是真的不能喝水。他说只要喝水肚子就会痛，真是奇了怪了。原来他小时候得过一场重病，做完手术后，母亲给他准备了很多食物，但他自己什么都吃不下，只能喝一点汽水。从那以后就开始喝汽水了。母亲起初对儿子很心疼，年喝可乐，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？大爷一口气就喝完了1.5升的可乐，但他却说自己喝的并不多。然而转身又干完了1瓶可乐，老伴也无法阻止大爷，他每天都要喝6瓶1.5升的可乐，工作时也要随身带着1瓶，工作累了就要打开可乐，随时随地补充能量。到饭点了，自然也少不了可乐，米饭里倒上半碗可乐，搅拌搅拌，就做成了一份可乐捞饭，先喝汤后吃饭。你别说，我感觉这样好像还不错的样子。医生表示他患有骨质疏松症，而且大爷已经70多岁了，如果不想开席的话，就要停止喝可乐。大爷轻蔑一笑，听完医生的话转身就走了。他还说看得出来，大爷对可乐是真爱啊！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每天买菜却从来不吃，一到家就拿出了电钻，开始给蔬菜钻孔，把胡萝卜内部掏空后，又拿出刻刀在表面打孔，每一步都非常小心，搞得像是在做外科手术一样，一点点调整孔洞大小。这到底是在干嘛吗？他也不解释，拿起做好的胡萝卜吹了起来。这真的还是胡萝卜吗？大家决定升级挑战，拿来了西瓜、鸡蛋和大葱。小哥轻蔑一笑，手起刀落间就把3样食材变成了乐器。不仅如此，什么山药、西葫芦、土豆、西兰花都能被他吹出花来。虽然做乐器难不倒他，但现在有个问题就是，乐器的保鲜时间太短了，一旦粘了，音色就不纯正了，只能打成蔬菜汁喝掉。为此每天要不停买菜，买回来就要套上保鲜膜放冰箱，来保持蔬菜的新鲜度。现在他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，上班都要带着一袋新鲜洋葱，用一把美工刀就把洋葱变成了乐器，把同事看得赞叹不已。接着全身涂抹起来，大腿上也不能少，还能顺便当洗面奶用。不是啊，薄荷味牙膏涂在脸上真的不会痛吗？全身涂抹完毕，还得来个日光浴，促进吸收。大叔被烤到3分熟后，他又挤了半管牙膏当洗头膏用。哎，你别说，泡沫还挺丰富的，绝对的无硅油配方，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刺挠。就这样，大叔洗一次澡就用光了3支牙膏。按照节目流程，他被带到医院做检查，医生表示牙膏中的化学成分已经严重损伤了他的喉咙，而且他的皮肤。他从口袋里掏出1包白色粉末，接着往菜上来1勺，米饭上加1勺，这一勺勺白色的粉末正是味精。周围人都看呆了，他却说味精是世界上最得力歇斯的。又到饭点了，1勺、2勺、3勺，汤里最少要加3勺味精，米饭也要来2勺，那小味儿一下就上来了。他吃得津津有味，酒足饭饱喝点水，是的，水里也要加他每天都要吃15勺味精，也就是200克，每个月就是6000克，一年就是72000克，38年就是2.7吨。这么说大家可能没什么概念，这相当于30个大叔加起来的重量。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，他真的健康吗？大叔说自己患有一种罕见的疾病，已经有20年了，为了控制病情，他不得不截肢了手指。很多发现得这个病的人，过不了多久就去世了，而自己却没有事。他认为是味精帮助了自己，控制了病情恶化。按照节目流程，他也被带到医院做检查，医生说他有严重的胃病，由于味精的大量摄入，也导致了糖尿病，所以他必须马上停止吃味精。大叔最后也明白了，味精带给他的只是一种心理安慰，并不能改善他的病情。他决定以后会慢慢戒掉味精。那最后就祝大叔早日康复吧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她是吴亦凡最怕见到的女人，因为她最喜欢胃肠啊，有什么胃镜啊，都透了，没有关系，没有问题的，有问题我不让他吃了。2盒牙签，一堆一次性筷子，躺在床上吃，逛街也吃，他甚至连扇子都想尝一尝。但是要说牙口好，下面这个男人表示不服。他拿起酒杯，嘎嘣一口，直接咬下一块，接着嘎嘣嘎嘣的吃了起来。周围人的表情玻璃碴子能好吃吗？这个嚼一口非常香。节目组检查了一下他的牙。
要吃多少玻璃碴子呢2个啤酒杯，按照节目流程，他被带到了医院。迷惑行为大赏。大叔每天都要生吃泥鳅，从一天吃几根，直到后来的一天一盆，说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保命。只见他抓起一只，不假思索直接吸了下去，一只不过瘾，接着又吞了一只，怕别人跟他抢，就把盆里泥鳅都装了起来，边走边吃。Q 弹的口感让他流连忘返，吃饭也要先拿泥鳅开胃。母亲很担心他，特意为他煮了一锅香辣泥鳅汤，他连看都没看。他认为高端食材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，生吃才是最好的。母亲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因为他知道儿子吃泥鳅是为了救命。此话怎讲？原来是大叔肠胃不好，为此还做过5次手术，吃过很多药都没什么效果。偶然的一次，在一本古书上看到泥鳅能缓解胃痛，抱着试一试的态度，当场生吃了一只，结果胃里一下就舒服了很多。就这样一吃就是10年。现在的问题就是泥鳅完全不够吃，没事就要去田里挖泥鳅，没一会就挖了一盆，稍微清洗下，抓起来就吸进了嘴里，那是干净又卫生啊。医院也去过了，胃病还真就好了，身体也没有其他问题。但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，容易感染寄生虫。如果非要吃的话，建议只能中午吃。他吃冰淇淋要加辣椒酱，一口下去冰火2重天，还说口感很像奥利给。咖啡里也要加入半瓶辣椒酱，搅拌一下一饮而尽。他说餐厅的辣椒一点都不辣，会随身带着一瓶秘制辣椒酱。吃炸酱面要先来上1勺免费辣椒，再加入自己秘制辣椒。好家伙，直接成了辣椒拌饭。旁边大哥闻了一下就辣到咳嗽，吃完呢接着喝点水，水里也要挤入辣椒酱。更奇葩的是，喝感冒药也要加辣椒酱，还说这样容易出汗，好得快。剩下的一点药汤里再加上米饭，这样更有食欲了。感冒好了就要吃烧烤，喝啤酒那自然少不了辣椒酱，喝这么一杯顶过去2杯。不仅如此啊，连他7岁的儿子都酷爱辣椒酱，米饭必须拌辣椒才能吃，连黄桃罐头都要蘸辣椒。刚开始工作人员还以为是番茄酱，尝了一口，厉害厉害，和他爸爸一样，他喝水也只喝辣椒水，不仅是辣椒，各种各样的芥末也是他的最爱。下面这位大妈也属于王者级别，她10分钟就能吃完1盆辣椒，这就是她今天的午饭。为了增加口感，她会用辣椒蘸辣椒酱，嘎嘣脆，好像吃黄瓜一样。她竟然没有丝毫反应。I don't take shit,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.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.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. I got facts over tracks, this and that. Spitting slow, spitting fast. I could roast, I could gas. Think I'm okay at last, but I don'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. And the pettiness,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. Hilarious, you think you're worth my time, you're delirious, mysterious.
必须要改变饮食习惯了。好了，我是岳飞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